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过最有趣的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。香菇是一个平凡而忠厚的农夫，他每天都在自己的小屋旁种植各种蔬菜和水果。他最喜欢种植的就是香菇，因为他觉得香菇很可爱又好吃。他每天都会用自己种植的香菇做成各种料理，享受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香菇并不孤单，因为他有一个爱人，她就是村里最美丽的女孩子玉米。玉米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一头金黄色的长发，还有白皙细嫩的肌肤，她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。她笑起来时会露出2颗可爱的小虎牙。玉米也很喜欢香菇，她常常去找香菇玩耍，或者帮忙收农作物。她对于香菇做出来的料理也十分赞赏，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。香菇和玉米相爱已久，但是却没有公开宣过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村里还有另外一个男人也对玉米垂涎3尺，那就是猪肉。猪肉是村里最富有也最霸道的男人，他拥有许多土地和财产，在村里说一不二。他对玉米非常执着，认定她就是自己未来要娶回家做老婆的女人。但是玉米并不喜欢猪肉，因为猪肉长得胖胖臭臭又没礼貌，经常在村里惹各种麻烦。猪肉知道玉米不愿意跟自己在一起，所以他想出了一个计划。他打算在某天晚上把玉米给掳走，在自己家里强行跟他结婚，这样就没人能阻止他们了。猪肉开始暗中盯上玉米的行踪，等待机会下手。他发现玉米每天早上都会去河边洗衣服，然后回家做饭。他决定在某个早上趁玉米洗衣服的时候，从后面把她抱起来，然后丢进自己的马车里带走。香菇也知道猪肉对玉米的企图，所以他一直保护着她。他每天都会陪她去河边洗衣服，然后帮她提水回家。他很想跟玉米表白自己的心意，但是又怕被猪肉发现，招来麻烦。香菇是村里最勤劳也最善良的男人，他种了许多香菇和其他蔬菜，在村里很受欢迎。但是他也很贫穷，没有什么钱和地位，在猪肉眼里就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。有一天早上，香菇和玉米像往常一样去了河边洗衣服。猪肉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靠近了玉米。他准备伸手抓住她的时候，却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：救命啊，有人要抢我！香菇听到玉米的尖叫，立刻转过头，看到猪肉正要把玉米拖走，他急忙丢下手里的衣服，跑过去阻止他。他大声喊道：猪肉，你想干什么？放开玉米！猪肉见香菇赶来，心里一惊，但是又不愿意放弃。他咬牙说道：滚开，这是我和玉米的事，关你什么事？你这穷光蛋，你配得上玉米吗？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今天就要带她回家结婚。香菇听了猪肉的话，气得满脸通红。你胡说八道，玉米从来没答应过你，她根本不爱你。香菇气愤地说道：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女孩子？你这个无耻的恶霸！这样对待一个女孩子！猪肉听了香菇的话，更加生气了。他觉得香菇在挑衅他，也在抢走他心爱的女人。他放开玉米，对着香菇挥拳就打。香菇见状也不甘示弱，还了一拳。两人就这样在河边打了起来。玉米看到2个男人为了他而打架，心里既感动又害怕。他想阻止他们，但是又不敢靠近。他只好大声喊道：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们都别伤害自己。就在2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一声吆喝，原来是村里的守护者，人民的保姆 Mickey 来了。他收到了村民的报案，说有人在河边抢劫兼打架，于是驾着马车赶到这里。只见 Mickey 赶紧上前，把2人拉开，问明情况。香菇和猪肉都想解释自己的理由，但是 Mickey 不耐烦地说：你们2个都别吵了，你们这样打架是违法的，我们要带你们去找村长。玉米小姐，你也跟我们走吧。
我们需要你作证。香菇和猪肉都不愿意跟 Mickey 走，但是又没有办法反抗。玉米也很无奈，只好跟着他们上了马车。马车驶离了河边，向村里开去。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一场大塞车，原来是前面有一家餐饮店发生火灾，火势很大，把路都堵住了，马车无法通过，只好停下来等待救援。香菇和猪肉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都有些不安，他们觉得自己错过了一次和玉米相处的机会，他们都想趁这个时机向玉米表白自己的心意。香菇先开口说道，玉米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我一直很喜欢你，你是我心目中最美丽、最善良的女孩子，我愿意为了你做任何事情，只要你能接受我的爱。猪肉听了香菇的话，心里很不爽，他也赶紧说道，玉米，别听他胡扯，他只是个穷光蛋，没有什么值得你爱的地方，我才是真正爱你的人，我有钱有地位，可以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只要答应嫁给我，我就会让你幸福一辈子，还会让你每天有鸡蛋吃。玉米听了两个男人的话，心里很矛盾，他对香菇有好感，但是又不确定他是否真心对他。他对猪肉没有感觉，但是又知道他家里很有势力，如果拒绝他，可能会招来麻烦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好低下头不说话。Mickey 看到这种情况，觉得很无趣，他想快点把这件事情解决掉，就对玉米说道，玉米小姐，既然两个男人都爱你，那就让他们用行动来证明吧。前面那家餐饮店正在着火，如果他们能够冒险进去救出里面的人，那就证明他们真的爱你，如果不能，那就证明他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玉米小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玉米听了 Mickey 的话，觉得很不合理，他觉得这样做太危险了，他不想让两个男人为了他而冒生命危险。他对 Mickey 说道， Mickey 先生，你这样说不公平，爱情不是用生死来考验的，我不想让他们去冒险。Mickey 听了玉米的话，觉得很无聊，他觉得玉米太软弱了，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感情。他对玉米说道，玉米小姐，你这样说太没意思了，你不想让他们去冒险，那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到底爱不爱你，你只会一直犹豫不决，浪费自己的青春。香菇和猪肉听了 Mickey 的话，心里都有些动摇，他们都想证明自己爱玉米，但是又害怕去面对火海，他们都在心里挣扎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一阵哭喊声，原来是餐饮店里面有一个小女孩被困在火中，她拼命的呼救，但是没有人能救她出来。玉米听到小女孩的哭喊声，心里很难过，她觉得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消失。她忘记了自己和两个男人之间的矛盾，就冲动的跳下马车，向火场跑去。香菇和猪肉看到玉米跑向火场，心里都很惊恐，他们都想阻止玉米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都觉得自己不能让玉米一个人去冒险，他们都决定跟着她去救小女孩。Mickey 看到这一幕，心里很惊讶，他没想到玉米会有这么大的勇气，也没想到香菇和猪肉会有这么大的决心，他觉得自己可能错估了这三个人的感情，他也跟着他们下了马车，准备帮忙。就在这时，火势突然变得更大了，一阵强风吹来，把火苗吹得四处飞扬，火场里面传出了一声巨响，原来是餐饮店里面的油罐爆炸了。玉米和两个男人被爆炸的冲击力推开了，摔在地上，他们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，稍微被煮了一下，但都还没有失去意识。Mickey 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很害怕，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害死三个人，他赶紧跑过去，想要救出他们。Mickey 跑到玉米和两个男人的身边，发现他们都还有呼吸，他觉得很庆幸，就想把他们抬到安全的地方，但是他发现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抬三个人，就只好先选一个。他看了看玉米，觉得他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他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也是两个男人的爱情对象，他就想先把玉米救出来。但是当他伸手想要抓住玉米的时候，却发现玉米的手被香菇和猪肉各自牢牢地握住了。原来在爆炸那瞬间，两个男人都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玉米，并且不愿意放开他。Mickey 看到这种情况，
心里很感动。他觉得这两个男人真的很爱玉米，也很勇敢。他不忍心打断他们之间的连结，就决定放弃救玉米。他转而看向火海深处可怜的小女孩，她年纪小小的就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，他就想去救小女孩。但是当他走向火场的时候，却发现火势已经太大了，根本没有办法靠近，也已经听不到小女孩的声音，也许她已经死去了。Mickey 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很绝望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能做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许多生命消失在火海中。幸好，就在这时候，一群扛着水的村民成功穿过来堵塞的交通到现场。他们迅速的行动，拿水开始对付火势。他们也发现了玉米和两个男人的身影，就赶紧过去救援。Mickey 看到有人来帮忙，心里很感激。他觉得身为守护者的自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，就跟着义勇村民一起进入火场。他希望能够救出小女孩，或者至少找到她的尸体。就在他跑到餐饮店门口的时候，却听到了一声惊喜的叫声。Mickey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Mickey 转过头去，发现站在他身后的竟然是小女孩。原来小女孩并没有死去，而是在爆炸之前被一个陌生人拉离了最危险的地方。至于那个陌生人，正是 Mickey 的父亲。Mickey 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小女孩，心里很惊讶。他不明白自己的父亲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也不明白小女孩怎么会认识自己的父亲。他忍不住问道：爸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认识他吗？ Mickey 的父亲看着他，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。他说：儿子，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，但现在不是时候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然后他拉着小女孩和 Mickey 向外走去。就在他们快要出火场的时候，却听到玉米惨叫：救命啊，有人来救我啊！原来玉米被火焰包围了，两个男人也已经昏迷过去。Mickey 听到玉米的声音，心里很矛盾，他想去救玉米，但又不想放弃自己的父亲和小女孩。等等，我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啊， Mickey 说道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村民拿着一桶水跑了过来，对着玉米泼了下去，水花四溅，竟然把玉米身上的火都灭掉了。Mickey 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很无奈。我们这故事是要怎样结束啊？他觉得这真是一场荒唐可笑的灾难。这不是我的错。你让我爸进到故事里面，整个就变得更复杂了。还有你的小女孩一直发展新故事线是怎样？那要重写吗？唉，那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吱吱吱吱吱，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写下去。不过 Mickey 说这样写太复杂，太没完没了啦。原来太有创意是我的错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那就怪 Mickey 吧，哈哈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